各位爱编织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爱织的频道，我是艾芙琳。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隐隐约约带着彩虹元素的小小托特包，使用简单的短针、中长针以及长针钩织而成。成品的尺寸长23公分，宽26公分。线材选择了4股牛奶棉，主要的部分是米色，另外搭配了一些彩色，彩色的部分可以自由选择。另外准备了12公分宽的木质提手，使用到的工具有 3.0 的钩针、缝针以及记号扣、剪刀。这个包包淳朴之中带有一点色彩，就像我一样。虽然我是黑白的毛发，可是我有粉红色的鼻头跟脚爪。首先我先用主要的米色钩织基础行，使用锁边起针，起50个锁针。你也可以起针到你想要的宽度，我的建议是偶数的针数。50个锁针的基础行结束之后，我们围绕着这条锁针链钩织短针。第一圈我们先钩一个起立针，接着将锁针链翻到背后，在第2个里山上开始钩织短针。这是第1个里山，这是第2个，从这里开始钩织短针。条里山钩织的目的是为了要让针目比较结实而且紧密。我们在这一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而刚刚起立针的那一个锁针，我会将它视作一个针目，但是它并不是完整的短针。我在最后引拔时会用无痕引拔的方式将它变成一个完整的短针。接着我们在每个里山上都钩织一个短针，钩织48个短针。而最后一个锁针上钩织3个短针。这样它就会绕到锁针链的另一边。接着从下一个针目开始，在每个针目上钩织1个短针，一共钩织49个短针。钩的时候可以将这个起针时的线头一并包起来钩织。而最后一个短针就会落在锁针链的第1针上。接着我会在这个记号扣的地方做一个无痕引拔的动作，让这个起立针的锁针成为一个完整的短针。我们先将钩针取下，再从后方穿进这个短针，再挂回线圈，往后拉出线圈，再将钩针从这个空间里穿进，再挂回线圈，稍稍拉紧这个线圈，接着再挂线钩出，这样就等于在这个针目上有3个完整的短针了。接着我会在这个织片的两端开始加针。第2圈一个锁针当作是未完整的短针，接着在同一个针目里再钩织1个短针，这样就等于在第1个针目上钩织了2个针目。我们先在这个完整的短针上放上记号扣，这圈的结束时要在这里做无痕引拔，使得右边的锁针成为一个真正的短针。接着在下一个针目也是加针，在同一个针目里钩织2个短针。接着在每一个针目上钩织1个短针，钩织48个短针。接着又是锁针链的另一端，在上一圈中，我们在锁针链的最后一针一共钩了3个短针，这一圈在这3个短针上各加1针。接着又在中间段的这48个短针上各钩1个短针。这里是最后一个针目，在最后一个针目上加1针。
接着在记号扣这里做一个无痕引拔的动作，也就是将这个起立针的锁针变成一个完整的短针。一样是取下钩针，将钩针从这个短针后方穿进，再挂回线圈，将线圈往后拉，接着将钩针取出，从这个线圈底下的空间穿进，再挂回线圈，接着再挂线勾出，完成无痕引拔的动作，然后又开始下一圈。我们就是透过在每一圈在锁针链的两端增加针目，将这个织片拓展成一个椭圆形。我们可以依照这个文字解钩织包包的底部，第5圈跟第6圈不再加针，而每一圈的第1针都是一个锁针，而在结尾时在第2针上做无痕引拔，让它变成一个完整的短针。底部完成之后，我们要开始往上钩织包身。我们沿边钩织一圈中长针，在第1针我钩织一个带有起立针的短针，当作是中长针的起针。而在这一圈结束时，也是透过无痕引拔的方式，让这一个短针成为一个完整的中长针。接着从下一针开始，在每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中长针。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完整的中长针上放上记号扣，结尾时要在这里做无痕引拔的动作。接着我们开始钩织中长针，这一圈中长针也算是这一个包包所运用到的花样的基础行。这一圈一共完成120个针目，而其中1针是第1针的短针。第7圈结束，我们也是在记号扣这里做一个无痕引拔的动作，这样子这个短针就会变成一个完整的中长针。这是我在圈钩时最常使用的无痕引拔方式，这个方式使得头尾相接时的针目比较紧密而且美观。如果你是习惯用2锁针作为中长针的起针，然后在结尾时直接引拔在这里，那也是可以。接着我要换线，在做无痕引拔的最后一个动作时，我换成紫色的线，引线勾出。引线之后，第1针先勾一个锁针，这一个是一个未完成的短针。接着我们从下一个针目起，每一个针目上都钩织一个短针。钩的时候可以一并将这个紫色的线头包起来，以便于固定并且隐藏，而米色的线则不需要。我们一样可以在这一个完整的短针上，也就是第2针放上记号扣，在这一圈结束时，以方便我们确认最后的引拔位置。这一圈短针钩完，一样是在这里做一个无痕引拔的动作，让第1针的锁针成为一个真正的短针。拉紧这个线圈之后，最后的引线钩出，我们又换回米色。稍稍拉紧这个线头，接着锁1针，接着在同一针里钩织短针，当作是一个未完成的中长针。钩织时可以将上一个颜色所有的线头一并包起来钩织，以便于隐藏。接着第2针，我们要钩一个外钩长针，而这个外钩长针是钩在前2行所对应的针目上，也就是下一个短针所对应的这个中长针里。我们挑起这整个中长针，外钩一个长针。我们可以在这个外钩长针上放上一个记号扣，我忘记放了，它是我们结尾时要引拔的位置。接着我们跳过这个短针，在下一个短针上钩织中长针。而又在下一个短针所对应的上一行中长针里钩织外钩长针。我们如此重复中括号里的内容，直到钩完这一圈。而包覆钩织了几针之后，我们可以将上一个颜色的线做一个修剪。我
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深浅搭配以及钩织的方式，让这个深色在这个包包上能够隐隐约约，有一点低调，而不至于让这个颜色太过的突出而明显。我用了6种彩虹的颜色来当做深色，你也可以换成其他你喜欢的深色。这一行结束，钩针从这个外钩长针后方穿进，做一个无痕引拔的动作，使得第一针的这个短针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中长针。拉紧这条线，让线圈符合钩针的大小。接着我又引下一个深色的线，引线之后锁一针，这是第一针。接着从下一针开始，在每个针目上都钩织一个短针。钩织的时候一样包住这一个引线时的线头，而米色的线则不需要包哦。结尾时一样，在第2个针目，也就是这个完整的短针上做引拔，让第一针的锁针变成一个完整的短针。不知道到这里，你是否已经熟悉了这样的引拔方式呢？这一圈深色的短针钩完，我又换回米色，一样在无痕引拔的最后一个动作，以米色的线钩织下一行。而在这一行，我们仍然是中长针与外钩长针交错，但是这两者的钩织顺序与上一次相反。我们先钩织一个锁针当起立针，接着在这个第一针所对应下来的中长针上外钩一个长针。原则上，外钩长针的后面这个短针会是空着的，但因为它是第一针，所以会有一个起立针在上面。接着第2个针目上钩织中长针，而第3个针目在对应下来的前2行这个中长针上外钩长针，接着跳过一个短针，在下一针上钩中长针。这里也可以修剪一下深色的线头了。我们就这样重复中括号里的内容，钩完这一圈。而这一圈结束时的无痕引拔，一样是可以在第2针的位置，也就是这个中长针。而从第8行到第11行是一个完整的花样段。接下来我们就一直重复第8行到第11行的钩织，直到这一个包包到你想要的高度。而钩织短针行的时候，我都是引深色的线来钩织。我引了6种不同颜色的深色线，你也可以都使用同一种深色的线来钩织短针行。6种颜色的短针行钩织完之后，接着我就不再换线了，而是用米色继续重复钩织第8行到第11行，到我所需要的高度。而你会发现，在包包平放时，这个引拔的位置会越来越往右偏，因为针目结构的关系，所以往右偏是正常的。而我准备了2团米色的线，每一团50公克，现在剩下大概13公克。而此时包包的高度也差不多了，剩下的线我准备拿来进行收尾。于是我再往下钩了6圈的短针。我在钩织短针行时，每一行短针用掉了 1.7 公克，剩下的13公克也足够让我钩完这6圈短针了。这6圈短针完的结束引拔，我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而你会发现这个包包的边缘会有一点翻，于是我再多钩一行逆短针。一般的短针是往左边的方向钩织，而逆短针则是往右边方向钩织。我们一样在第一针先起一个起立针，接着钩针往右边的针目穿进，带线钩出，钩织短针。我们以这样的方式钩完最后一圈，这样子包包的边缘就会比较结实硬挺。一圈的逆短针结束，我们可以断线，并且用缝针将线头藏好。最后我选择为这个包包加上木质的提手，提手内径的宽度占据了22个针目。我们重新起线，先起针，接着在这个环里面钩织22个短针。钩针穿进这个环，带出线来，钩织短针，钩织22个短针。这22个短针，等一下会缝在包包平放时中间的那22个针目，两个提手都这么做。22个短针结束，引拔断线。留长线做缝合。我们先将包包平放，包包的每一面会有60个针目，放上记号扣，先决定左右两端，接着利用提手上钩织短针时所留下来的线，将提手缝在正中央的那22个针目。我缝在花样与短针行的交界处，利用卷针缝的方式，一针对着一针缝。最后打个结，并藏好线头。而另外一个提手也以一样的方式缝合在包包的另一边。这样这个隐隐约约带着彩虹元素的包包就完成啦。这一集分享到这边，感谢您的收看。喜欢的朋友订阅、按赞、加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一集见喽，拜拜。